各位同学，我们现在正通过2001年长荣货运在苏伊士运河卡住的地点哦。那时候看电视都觉得说啊，干这个运河这么大，你一个货轮怎么会卡住呢？哦，你真正来通过的时候，我才发现。埃及烤饼，赞！记录一下帮饮水员煮的卡朱西托午餐呢，非常期待，开吃啊！我们刚刚已经去便利超商逛了一下，这种久别闻名的感觉真的是很不一样哦。以前我很讨厌都市的，觉得人很多。现在我要重新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是喜欢，什么是讨厌呢？我觉得在船上有一件事情是很幸福的，就是吃饭，但不用洗碗，也不用自己煮。你说偶尔煮饭一下还好，如果1-2个月连续这样子，哇，真的很辛苦。卡朱西托大喷发，好呀，水位关了。我觉得这个游艇码头有一个那个婚宴会馆的 feel 啊，很像那个新店的那个水岸的感觉啊。对啊，我觉得蛮漂亮的。各位同学，我们会在晚上的时候抵达苏伊士运河的口哦。那明天早上很早呢，这个 pilot 饮水员就会来上船哦。因为预期我们到达中转的这个伊斯玛利亚大概会花8个小时哦，所以他会很早就来我们船上做一些文件啊、手续啊。那苏伊士运河这边很可爱啊，他们设计了很多这个停泊点哦，给商船哦。那我们的位置是1C哦，它有各式各样的1B、1A哦，就像停车场一样。每一个人都会有指定的位置，必须要停在指定的位置里面啊！非常期待明天通过运河，你等着看吧。这个是我在船上跟船长很爱吃的埃及面包，我们会把它用奶油烤一烤，然后来吃。但现在温度有点高，所以冒很多烟哦。我们沾的很简单，沾一点蜂蜜，沾一点花生，这样配烤饼来吃，我很享受。那一袋成本价很低啊，但是各位同学，大家早啊！我们现在在鼎鼎大名的苏伊士运河口哦。那待会7点钟准时，pilot就会来到我们船上，我们就要开始前往运河咯。这是又期待又紧张的一天哦，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帆船生活每一天都很难说哦。那昨天非常幸运哦，驶进这个苏伊士运河的时候都非常的平稳哦。人家是遇到20节的风哦，那我们是完全没有风，也没有浪，我都可以在船舱里面躺着睡觉。下锚之后，马上20几节的风又起来了哦，所以只能说我们整趟红海旅程非常幸运。那红海旅程就剩下最后一个 part 了，我们今天把它完成吧 ，Let's go。
Morning. Morning. How are you doing? Two person? 2 person. Yeah, 2. Welcome. Hey, hold on, bro. Present. Wait, you get the boat coming up. I'll Hey, give hold you on, the bro. last cigarette. Have coffee? Yeah. Coffee? But we need to make coffee. But we only have one bag. Because you know, we come from we come from Sudan. We have nothing. We have nothing. Okay. What is your name? Ahmed. Bill. Bill. Ahmed. Morning. And Sisi. From Ireland and Taiwan. Okay. Ahmed. 苏伊士运河是上帝给埃及的礼物之一，每年埃及人靠着运河赚进了超过50亿美金的收入。大家不妨也来猜猜看，帆船通过运河一次要花多少钱？给大家一个概念，像长次轮这种20万吨或船过运河一次要花50万美金左右，而帆船的重量大约是10吨重。我会将答案公布在影片后半段。埃及的朋友跟我说，运河管理局有自己的医院、大学、俱乐部、造船厂，妥妥的地方金鸡母啊！管理局甚至有自己的警备部队，地位接近军方。苏伊士运河不只是一条水道，而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系，养活了数十万人，就像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一样。为埃及带来了丰厚的外汇收入。各位同学，我们现在正通过2001年长荣货运在苏伊士运河卡住的地点哦。那时候看电视都觉得说啊，干这个运河这么大，你一个货轮怎么会卡住呢？哦，你真正来通过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河岸两旁哦，不到400米啊，你再加上强力的北风哦，确实这个货轮是蛮有机会搁浅的。因为虽然说是400米，但是呢，它还是有一个可以航行的区域嘛，扣一扣可能是350米。那你货轮再靠个旁边一点，风一来，砰，卡在上面就搁浅了。那这个埃及人也是很幽默，就立了一个纪念碑在这边哦 ，Evergreen 啊，大家永远记得啊。台湾货轮不是台湾船长啊 ，Anyway， 哦，来到这边真是倍感亲切啊。通过运河较狭窄部分后，我们抵达了大片的湖泊。这里有很多挖泥船在运作，运河管理当局持续在拓宽运河的各个部位，好让一次能容纳更多船只通过。引水员说，加萨战争发生前，每天货轮的通行量大约是80艘。战争开始后，因为红海的恐怖分子开始捣乱，很多航运公司改道，现在每天剩下40艘而已。运河通行的规则是：早上10点以前由南方进船，10点以后换成北方开始进船。现在已经接近午饭时间了，因此我们开始遇到从地中海来的船只。Good. Yeah. They just motored across the river. They're waiting. People holidays, Eid. Yeah. And again.
They just break a leak. They pour through. Oh, so it's a bridge. Yeah, the boat is over here. No, they use the boat to push. No, eh? Oh, yeah, it's a boat. It's a floating connection boat. Now we go fast. Hey. 帆船通过运河，一次是收取约$1000，而由于帆船速度比较慢，不管是从南或北进入运河，一天都只能走一半而已，因此需要停留在伊斯玛利亚港口休息一天，隔日再继续往前。如果是货船，几乎都是当天就可以通过运河抵达地中海。有各位同学，我们大概已经离开 Suakin 之后就没有到陆地上了。我们离开 Suakin 多久了？我们已经快3周没有到陆地上来了哦，而且已经好久没有逛便利商店了，因为苏丹是没有便利商店的。这种久别文明的感觉真的是很不一样哦。现在我要重新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是喜欢，什么是讨厌呢？我觉得这就是大海的魔力吧。我们是不能够出去这个 Marina 的，因为我们没有 check in， 我们只能在 Marina 里面。但我觉得一次也不要给我太多，慢慢的来，不然也真的蛮不习惯的。突然有人帮我煮饭了，有东西可以直接吃了，不用洗碗了，那感觉真不太一样。Hello. Hey. How are you? When you arrived? 2 hours ago. Okay. Enjoy here. 大家都很开心 ，OK。那希望这几天在这边也可以好好思考一下，是不是要下船，还是先在这边休息一下，再做决定去希腊。对啊，先这样。CC ordered lunch. We see what comes. No. All this for us? Wow. Oh, so much. Thank you. You will thank him very much. Thank you. What's that? Sir? I don't know. Wow. 在船上吃到外送真的是蛮幸福的一件事。饼。哦，这有点像土耳其的 kebab。还有这沙爹酱。
各位同学，卡朱西头今天大喷发、大干净了，真的是从来没有看过船这么干净，因为我们真的是好久没有水龙头出现在我们船上。但有些地方还是像这边一样，可能要擦一下会比较好，因为还是有些电器。我觉得在船上真的很不容易啊，要维持这个生活节奏。吃饭吃到一半，跑来擦这个，应该说饭太晚送来。我觉得在船上生活就是这样，节奏很难掌握。卡朱西头大喷发。轻松愉快，看一下结果。看看这水多脏啊！不得不说哦，伊斯马利亚真的是现代化城市哦。开进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回到日本的那种感觉哦，因为日本比较多河岸、水岸嘛。那再更近一点，看到一些公寓啊、一些小房子啊，就觉得很有台北市的感觉哦。台湾的房子盖得有点像哦。那很可惜，我们是不能够出去这个码头的哦。它等于说把我们限制在一个这个免税区内。这个游艇码头其实蛮漂亮的，但就是只有一家超商而已。对啊，那船长们也在讨论说要赶快离开这边呢，因为这边的东西也是很贵嘛，帮我们代买一些东西要25% 的这个手续费啊，对啊。但我觉得帆船就是这样啊，它是一个蛮小众的需求，就是说你变得要付多一点钱，然后来满足你的这个航行的需要。这没办法啊，谁叫你船小嘛？如果是商船的话，一次补给都1-2万块美金在付的，那个 negotiable 的能力更强。Right? And then up to